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血液里面其实藏着一本日记，记录了你每个器官能够活多久，你敢看吗？为什么100岁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防弹般的韧性，而有些人看起来年轻，实际上大脑已经烂掉，甚至一碰就破呢？如果大脑里面有一群警察，本来应该保护你，却因为你代谢不好而对着你大脑开枪，你该怎么办呢？现在最尖端的医学真的已经找到逆转大脑年龄的开关了吗？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科学。嗨，大家好，我是李唐医师。我们节目呢，今天邀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来宾哦，是 Dr. 蔡。Dr. 蔡不仅在免疫学最强的期刊 Immunity 有发表重要的研究，陆续呢也在 Nature 啊、Cell 这些顶级的医学文章里面有发表一些研究。而目前他人在美国最顶尖的一个抗老实验室，是 Tony Westcorey 主持的一个 Stanford 的研究室，可以说是掌握目前全世界最尖端的抗老科技。那我们欢迎 Dr. 蔡。嗨，李医师大家好我是 Andy 蔡。你好像在美国或者在国外研究的时候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大脑，有些人可能已经是99岁、100岁，可是大脑看起来很年轻，很像50-60岁。可实际上有些人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年轻的，可能只有40岁。而实际上，他大脑的组织已经都烂烂的，而且功能都非常不好。在美国有蛮多人，他是对医学有贡献，所以他会在过世之后会捐赠他的脑。那在解剖脑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实验室会拍一下这个脑大概是几岁的脑，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先拿到这个脑，之后才会知道说这个大概是几岁啊，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部分就会发现说，有些人的脑他在解剖上面，在分脑区的过程会比较难把脑区分离开。我觉得这很像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看到一些癌症啊、肿瘤，它的器官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区分那个界限。但是如果健康的器官其实是可以清楚的掌握它的轮廓。你今天有准备的是猪脑，那这猪脑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最早期做一些脑的研究的时候，很常是用猪脑，因为猪脑它的灰质啊跟白质其实跟人是蛮接近的，然后还有它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在血管上面的分布跟人类真的蛮像。看到说这个其实是比较外侧的脑，那这边有小脑。那这个是比较，就是我们解剖里面是内侧，那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灰质跟白质。那我们在分离细胞的时候，通常会用灰质，因为大部分细胞都在这边，白质的部分比较多的脂质，还有我们所谓的髓鞘。我们有常听到说豆腐脑，对，是不是比较健康的脑会像豆腐一样比较有弹性，然后质地比较均匀？那如果是比较健康状态比较差的脑袋，会不会有点像是优格或冰淇淋，就糊糊烂烂的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但其实有时候每个器官它的生理年纪是不太一样的。我有解剖过99岁的一个脑，那我们看的时候以为他只有60岁，这个我们后来去看他的一些就是行为啊 behavior 这些，他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脑。我们会想要看一个人的脸，然后判断他几岁，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器官的生理年龄跟他实际的年龄是有差距的。那这是我们实验室的专长，就是我们可以从血液里面，然后看不同的器官，然后分泌的蛋白到血中，然后从血里面找出这个秘密，看说是不是你的器官的生理年龄其实比你实际年龄还要年长，或是比较年轻。那很多秘密其实都可以从血中发现。那你在最新的 Nature 文章有提到啊，其实我们大脑的健康跟一个叫微胶细胞有很直接的关系。看到这个猪脑就知道，大脑大部分还是以脂肪为主，那它是不是跟脂肪的代谢，甚至会不会演变成所谓阿兹海默症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这个关联性非常的大，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说，细胞的本体啊，主要都在灰质，那我们可以称之为可能像是电脑的主体。那白质的部分主要都是一些电脑的一些光纤啊，或是一些非细胞本体的部分。那我们在 Nature Aging 的研究发现，就是微胶细胞它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脑里面唯一的一个免疫细胞。那我们在做genetic 相关性的研究发现说，50% 的 mutation 会造成阿兹海默症，它的相关联性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 microglia， 所以50% 的这个高风险的阿兹海默症的基因，它都是微胶细胞。这一类的微胶细胞功能如果受到影响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清理脑袋的废物啊，然后它这样子会造成一些免疫反应。那我们知道微胶细胞主要的功能是做 phagocytosis， 它会把脑里面的杂物啊，或是我们分泌出来的脑部需要的东西把它清除。那这
脂肪啊，还有代谢啊，跟微胶细胞的关联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它会造成脑的老化，阿兹海默症的成因有很大的影响性。所以听起来这个微胶细胞很像是你说是我们大脑的这种负责像清洁队的角色，又同时要肩负免疫这种保全的功能。对，有时候他可能穿着这个清洁队的制服或是保全的制服，可实际上他没有认真在工作，你不知道他实际有没有去执行这些清洁啊，或是维护大脑免疫健康的状况。然后我觉得这个免疫细胞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有就是 phagocytosis， 我们说吞噬的行为。那我们在老的脑的解剖学或是一些形态学有发现，其实在老的脑里面，这些 microglia 它会堆积很多脂肪，在一些形态上面你还是看不太出来。那如果照一些 RNA 的情况下，你就会可以看出来。那如果这些微胶细胞堆积脂肪，它就失去了一个吞噬的工作。这是为什么说有一些吞噬的细胞，它其实就比较不会累积脂肪。所以听起来，除了它本身可能外表看起来是正常的，实际上没有去执行这些免疫或是我们讲清除的功能以外，有可能随着身体的老化或大脑的衰退过程中，也会让这些细胞失去它原有应该扮演的角色，有点像是不务正业的感觉。那刚听完 Andy 的介绍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微胶细胞跟我们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比较想探讨的是说，这些微胶细胞是怎么样走向这种疾病或是老化的状态？那在我诊间其实遇到我认为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就是糖尿病跟胰岛素的阻抗。我们有发现这些糖尿病或是胰岛素阻抗的病人，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脑衰退或者认知功能下降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高。那有些人可能认为，我现在血糖只要正常，糖化血色素也没有问题，脑部认知功能的下降跟我是非常远的。那我通常都会提醒他们，餐后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震荡，也是可能会损害你的脑健康哦。像近期就有研究发现啊，只要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过高，阿兹海默症发生的风险就高达 69%。也就是说，平常血糖都没有问题，但是餐后血糖一旦上升，就可能对脑部造成一些伤害。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影响到我们大脑的健康，进而让这些原本应该保护我们的微胶细胞，反而开始对我们这些神经元开枪？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脑是一个极度需要能量的一个器官，我们所谓的代谢弹性，我觉得就非常重要。而且 microglia 这个微胶细胞，它其实扮演很大的一个代谢的角色，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了 50% 的基因的突变跟阿兹海默症相关，那这些突变的基因其实大部分都是代谢相关的途径的，或是跟免疫相关。那这些跟代谢跟免疫途径相关的东西，对周边的反应非常的有影响性。平常的血是非常波动的，那它就会造成这个代谢会有一个波动。那 microglia 在免疫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不知道它应该要怎么去调整它对环境的一些感受性，因为如果它在变化的情况，它就觉得是不是有危机出现，然后它是不是需要去处理。那我们的研究有发现说，1907年在 Dr. Alzheimer disease 疾病的命名者，他就有发现说，在老的脑里面有很多代谢性相关的问题存在的情况之下，微胶细胞会有很多lipid droplet， 就是脂质会堆积在细胞里面。那我相信这也跟血糖的波动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血糖的波动会造成比较多的肥胖啊，或是一些代谢系的异常。我们还有研究会发现说，像比较多的人类，它其实在这些免疫细胞里面，它是比较少这些脂肪堆积的。那它的本身的代谢状况，其实我相信也会比其他人好很多，因为这些人类他平常都是可能吃的比较少，睡得比较好，然后运动也是比较规律的。所以听起来，我们日常这些每一餐的饮食习惯，每一天的活动的状态，都会影响到大脑这些微胶细胞的健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减重控糖，不是为了身材，而是为了大脑将来健康。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不断的一直在吃东西的话，那他的细胞理当来说也是没有在休息的。那我们很多饮食啊，还有周边的血液的状态，其实会去影响到你的生理时钟。那你这生理时钟打断之后，他其实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做代谢。所以很多人看起来很年轻，实际上身体的基因已经开始混乱。想知道你身体现在是几岁吗？马上点击右上方开启一个小测验吧，如果有亮红灯就要注意哦。那你们实验室里面有做的一些研究，后面很多学术界再去做钻研的是比较关于所谓换血跟年轻书写的研究。那是不是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概念是从什么样的研究去衍生出来，或是在实际上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成果？其实我们实验室最早跟 Tom Randall Lab 主要是做 Parabalysis，就我们所谓的连体共生或是连体婴的实验。我们主要是把年轻的老鼠
年轻的老鼠、年轻的老鼠、老的老鼠，跟老的老鼠还有老的老鼠绑在一起。那主要是希望他们的体液做一个交换，或者年轻的血液有没有办法让老的个体变年轻。OK， 那老的会不会让年轻的变老？说如果你得到年轻的血的话，你是有机会所谓的回春。那这个里面其实也有发现有很多秘密在里面，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到底哪一些东西是造成一个回春的现象，但我们知道这些年轻的血是确实可以让老的个体是变年轻的，所以才会有很多换血的概念啊。利用一些我们讲像外科的方式，把这2只老鼠的系统都缝合在一起。对，那可能是共享他们的循环系统，比如说心脏血管，共享他们一些重要器官的运作。其实我们没有把器官绑在一起，我们就是把皮肤肌肉打开，然后手肘绑在一起这样子。主要的概念就是想要知道这样子的体液交换，就是所谓的 plasma 在互换。我们讲血液回春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到过在矽谷有一个富豪叫 Brian Johnson 执行的一个计划，他是执行3代换血，也就是说他用他年轻儿子的血液还有他父亲的血液去做换血，结果他自己声称是好像对他本人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注意，那对他父亲可能有一些比较有改善的地方。那像这个 Brian Johnson 的研究其实在美国他非常有名，他就是想要用儿子年轻的血，然后让他变年轻，然后看他的血有没有办法让他爸变年轻。那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到底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过他最近卖了很多就是保健食品，然后想要推销大家变年轻，然后用自己做研究这样子。那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概念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抗老它是没有一个捷径的。那大部分很多会用外泌体啊，或是饮食啊、运动啊，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大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老化的生物指标。那我觉得找到一个老化的生物指标会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怎样的一个 intervention 或者介入模式可以让我们就是抗老。这我们还在努力当中。那你们是怎么透过这个血液去看到说我这些器官可能已经开始有老化的现象？是用血液里面的一些讯息，像是蛋白去做分析吗？对，像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有很多的研究，就是 donor 身上就是捐赠者有健康的或者有疾病的，那我们可以在不同年龄的人去从他的血液里面画出一个指标，然后知道说怎样的人他的血液的蛋白应该是呈现一个怎样的一个比例，或者他的 level 他的值应该是在怎么情况。那我们用这样子去换算说你的器官大概你的身体年龄是怎样，你可以知道说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其实有一些独特性。那我们举例来说就很像是你在器官老化的时候可能要把一些衰老或是不必要的东西排出去，那很像我们家里的垃圾桶，那你就可以看说是不是心脏过老了，它有一些心脏相关的蛋白被丢出来，还是说我们的肝脏细胞还是我们的肾脏细胞它有一些衰老的情况，还是脑它把一些特异性的蛋白丢出来到血里，那我们就可以用血然后去评估到底多少蛋白再释放到血液里面，大概了解说你哪一个器官可能偏老化，还是哪一个器官正在修复这样子。那听说我们身体这些重要器官每个器官都有属于它的生理时钟，就是这个器官能够在使用多久维持健康状态，这是怎么去检测出来的？我们生理时钟大概就是看说我刚刚讲的就是一个 curve， 然后我们去用 curve 来判断说你的器官的年纪是不是比较老或比较年轻。然后我们现在从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主要的 peak 有在40或是60这2个区间。那我个人是有一个比较疯狂的假设，因为我想说想想看大家在40的时候应该已经大概是到生殖的一个末端，那大部分人都在40前就有生小孩啊之类的。那另外一个 peak 主要在60，那我自己的理解想说如果你生了小孩在40岁，那抚养小孩到他可以在生殖的年龄大概也是20年，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就准备把我们淘汰等于说就是40到60会有个 peak。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 Alzheimer's disease 就是阿兹海默症或很多的疾病的 risk，就是这个危险因子大概都是在65岁以后上升，在40岁之后你身体整个你也会觉得说我好像身体跟以前不太一样，比较容易累，但这些蛋白其实就是可以提供一个指标。那60岁之后有很多人开始会有一些疾病影响啊，或是面临到一个退休的状态，这些可能也会对你身体还有你的所谓的心理跟
你的睡眠、运动啊、饮食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些生理时钟可能在血液里面也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讯息，这样子。人体在40岁、60岁有可能是2个会快速衰老的一个 peak。那你提到可能跟所谓生殖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医学上也蛮常有讨论到这样的概念，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一方面是为了人类这个物种可以持续的生存下去嘛，所以人体在可能青春期就是快速的发育，我们就把身体所有的资源拿来供应到我们的生殖跟繁衍的系统。那当然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的身体就开始老化。所以我看到有一种动物，它叫格陵兰鲨，听说它们可以活400年。所以我们现在格陵兰鲨可能是在17世纪、18世纪就出生的格陵兰鲨。那科学家也发现，这些格陵兰鲨它居然可以在到150岁附近才进入所谓的青春期跟有繁殖的能力。那他们就发现，这种比较晚进入青春期，还加上它本身基因有一些特殊的基因稳定性跟蛋白质修复能力，好像可以让它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长寿的状态。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生小孩，就比较不会这么快速的衰老？这个说法说得通吗？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很多长辈就会跟你说，就是你不生小孩，那你以后老了没有人照顾你怎么办？那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其实非常有趣，在玛雅文化或是其他的研究有发现说，如果你不生小孩的话，细胞其实会比较年轻。那你生小孩的话，他们从那个白血球发现那些端粒，我们知道端粒是 telomere 嘛，它有像是细胞的寿命时钟，它会越来越短。那他们发现，你如果多生一个小孩，那你这个 telomere 的长度其实是老了大概11年。但其实这个说法也有一部分的研究是把它推翻的。那这个研究其实从玛雅女性里面发现的，他发现说，虽然你在生小孩，你会有一些压力啊，可能会让你变老，但是其实社会的支持，还有一些就是你跟小孩的互动啊，然后家族的 support 啊，还有你一些就是互动，跟孩子的互动，其实是可以让你防老的。所以这样的研究其实还是在进行一个辩论当中，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结果说，是不是真的生小孩或是不生小孩？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把自己的饮食顾好，然后要跟亲朋好友，然后互相关照，然后有一个好的一个互动。我看到蛮多其实抗衰老研究都在告诉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交生活，不一定是去交际应酬，而是说跟人际或是跟你喜欢的事情有一些互动的时候，这些人衰老的速度其实也比较慢。在美国其实在研究做什么样的运动是可以很抗衰老的，然后发现好像打网球是一个比较抗衰老的活动。当下在抗老化医学的发展上，已经有进展到这些很细节的一些治疗吗？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跟台湾可能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在美国目前可想而知，就是输血这还是相对比较困难，所以现在美国陆陆续续开始有很多长寿诊所，那就是让你戴你的手表，然后你晚上的时候测一下你的睡眠质量啊，贴一些就是可以测你血糖的一些贴片，然后还有他们可能会定时到诊所去抽血，然后测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生物蛋白的年纪。那这些在美国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如果再加上一些 MRI 啊，照你的脑的有没有萎缩啊，然后给你玩一些游戏，就是脑的智力游戏的话，这可能你1个月要付的钱就是非常可观，可能就要到5到10万美金，甚至更多。那美国有可能有一部分的长寿专科的医生，他会去帮你分析这可能500项、1000项的数据，然后你每天的数据就是回报给他们，然后他帮你进行分析，然后评估你怎样吃、怎样睡，然后可以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状况。那我觉得这样子就会把整个领域从治疗疾病转向预防医学。那我觉得我会蛮希望这样子的研究，还有跟未来的方向可以带进台湾，因为很多疾病其实是没办法完全治疗。对。那当我们发现疾病的时候，都已经相对来说太晚了。那我们会希望可以从预防，就是饮食啊、运动啊，然后睡眠的情况，然后来做一些改善。目前在抗老医学界呢，有几个指标性的药物跟补充品，像是 rapamycin、美帕霉素、2甲双胍、metformin、MNN 或是高浓度的 omega-3 鱼油。你作为这些神经科学以及抗老化的专家，你是怎么看待这些药物或补充品，或者是你日常有没有自己常规在使用的保养清单？
我自己是没有特别的保养清单，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就是让自己睡得比较好，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健康模式。那刚刚讲的这些就是 rapamycin 啊，其实它本身都有它的副作用，像你知道 rapamycin 可能会让你的免疫啊比较复杂的状态，那 metformin 主要还是治疗一些糖尿病，那像甚至 GLP-1 大家都会认为它是不是可以抗衰老，自己认为是目前抗衰老的问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那这些东西主要还是去改善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肥胖。大部分人的认知就是改善血糖、改善肥胖是否跟抗衰老是呈现一个正相关。我相信一定有正向的影响，不过是不是真的能够抗老的衰老，就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所以 Andy 讲的非常重要，就是最终还是回归到你生活每一餐吃什么，你有没有安排适当的运动，维持你正常的作息，压力的释放，这些小细节做好，其实就是养成抗衰老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抗老医学的焦点已经从单纯延长寿命进展到我们想要延长的是没有病痛的健康寿命。然后想要请教 Andy 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在80岁的时候能够维持现在这个很年轻的大脑的状态，或者是说到了年纪还可以维持在这么健康的大脑状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去完成的清单？我觉得我还是会希望我持续做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建立一个亚洲的数据库，然后帮助我们台湾人抗衰老，得到更多的数据，然后用动物模型或是用细胞模型做验证，然后帮大家找出如何健康长寿的秘诀。所以听起来 Andy 已经一辈子都投入在这个专业领域，我们期待他可以接下来有更多的研究的发表，也可以让我们全人类在抗老医学上都有得到更多的启示。喜欢我们初日最前线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哦，也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集影片再见啦，拜拜。